女孩趁妈妈不注意，偷偷将手伸向了旁边的姐姐，在她的腿上用力拧了一下。但姐姐患有自闭症，对疼痛毫无反应，因此伊达更加变本加厉。他趁人不注意，将玻璃碎片悄悄放进姐姐的鞋里。毫不知情的父母直接给姐姐穿好鞋子，就这样一直穿到医院。不会表达的姐姐只是不停地跺脚，而伊达则躲在暗处悄悄观察，直到姐姐的脚被扎得血肉模糊。今天是他们搬到新家的第一天，在这里，伊达结识了新的小伙伴本杰明。本杰明将伊达带到小树林中，向他展示自己的超能力。起初，伊达并不相信，认为他是在吹牛。随后，本杰明跪在地上，让伊达在他面前扔下小石头，没想到他竟能用意念将石头平移。伊达对此感到不可思议，好奇的他也跪在地上试了试，然而并没有什么反应。第二天，伊达带着姐姐去找本杰明玩，这次他不光自己拧姐姐，还叫本杰明也试试。随后，他们便将姐姐留在这里，去了小树林里玩。看到一只小猫，就用衣服蒙住小猫的头。本杰明觉得这还不够刺激，于是他们来到楼梯间，将小猫从几十米高的位置扔了下去。小猫并没有死，而是拖着受伤的腿跑进了地下室。两个小孩也立即追了上去，可看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小猫，本杰明却说说罢便将一只脚放在了猫头上。伊达害怕的连忙转过身去，紧接着身后就传来一阵清脆的响声。随后本杰明还蹲下去把玩小猫的尸体。见到这残忍的行为，伊达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等他回去找姐姐时，发现她正在和一个患有白癜风的女孩玩，并且女孩会读心术，能够读懂姐姐内心的想法。这天，伊达再次来到地下室，地上只剩下一滩血迹。随后他打开旁边的仓库门，发现小猫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。经此一事后，伊达对本杰明开始有些抵触。他跑到公园想要叫走姐姐，却发现姐姐竟拥有与本杰明一样的超能力，怎么就自己没有超能力呢？这让伊达有些懊恼。更奇怪的是，自从这几个小孩遇到后，他们的超能力似乎变得更强了。艾莎在窗户上画了一条鱼，另外两个也会同时作画。次日一早，为了测验大家的超能力，几个小孩一起来到小树林。伊达在姐姐的耳边说话，本杰明和艾莎则站在远处复述。艾莎很快就给出了答案。可没想到，就因为这样一句话，引发了一场超能力大战。远处的女孩突然摔倒，紧接着一块石头突然飞来，还好伊达反应快躲了过去。只因为刚刚测试时，伊达说的是本杰明是大笨蛋，本杰明便用超能力袭击了两人。随后他气势冲冲地走过来，不料被伊达的自闭症姐姐拦下，两人都不肯让步，于是双方各退一步，开始释放各自的超能力。二人都闭上眼睛，握紧双拳，脚下的木屑开始缓缓浮起，身后的大树开始不停颤抖。突然一声巨响，大树断成两截掉在地上，姐姐赢得了这场比试，但她的大腿上却插进了一块木头。本杰明看到后连忙上前观察，看到流出的鲜血，他竟然露出了诡异的笑容，还好被艾莎及时推开。回去的路上，在艾莎的引导下，姐姐成功说出了第一句话。伊达听到后也开心地笑了，看着姐姐腿上插着的木屑，伊达问：“那一定很疼吧？”姐姐回答：“她咬我。”听到这里，伊达收起了笑容，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姐姐对痛的表达。另一边，回到家的本杰明开始练习自己的超能力。之前他只能移动小的石头，这次他将目标对准了灶台上的锅，他放下手中的饼，死死盯住那口锅。看到自己成功了，本杰明开心地笑了。一旁的妈妈看到洒汤，准备去擦，却不小心被烫到了手。看到儿子的笑容，恼火的他直接破口大骂，结果下一秒就被本杰明操控的锅砸中倒地，鲜血直流。随后他又将灶台上的锅彻底打翻，滚烫的汤水洒在妈妈腿上。坐在家中的艾莎似乎有所感知，她缓缓走到橱柜前，竟看到旁边的玻璃上有热气。这天下午，本杰明在小区里看到曾经欺负他的足球恶霸，他连忙躲进了旁边的小路。到了傍晚，球爸独自回家时，一个诡异的大叔拿着一块板砖站在桥边。球爸并未在意，继续往前走。突然，大叔快步跟上，从身后一板砖拍在他的后脑勺上。第二天，听到消息的伊达跑到桥上查看，却发现本杰明站在旁边的小树林里。随后，本杰明将他带到球场旁，向其展示自己又增强的超能力。他紧盯着一个穿蓝色鞋子的小孩。几秒钟后，男孩走着走着，突然右腿绊左腿，瞬间小腿骨折，倒地不起。伊达被眼前的这幕吓到失声。这时，艾莎也赶了过来，要阻止本杰明的恶行。本杰明直接控制石子将其击倒，随后又抑制他的呼吸。危急时刻，伊达冲过去推倒了本杰明，这才
阻止了悲剧发生。但此时的本杰明已经被黑暗占据。就在他准备对伊达下手时，姐姐及时赶到。超能力不及姐姐的本杰明落荒而逃。当天晚上，害怕的艾莎迟迟无法入睡。突然，她好像感知到了危险，立即起身到客厅查看。果然，妈妈正眼神呆滞地站在窗前，显然已经被控制了。她握紧身后的刀，缓缓走向艾莎。小艾莎一边后退，一边试着叫醒妈妈。然而，待妈妈回过神时，已经为时已晚。与艾莎心灵互通的姐姐也有强烈的反应。两个小孩正在天桥上玩，女孩却趁其不备，一把将男孩推了下去。原来，最近小区里接二连三地出现有人意外受伤，甚至意外死亡的怪象，其中还有伊达的好朋友艾莎。所有人都以为是他妈妈干的，但伊达知道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拥有超能力的本杰明。伊达担心这样的怪事儿迟早会发生在他的家里，于是他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一个玩具飞机，主动邀请本杰明出来玩。果然，男孩子都对飞机感兴趣，两人先是在楼梯上玩，随后又到草地上，最后伊达将他引到了天桥上。等本杰明爬上去，伊达悄悄走到他身后，抬起双手，找准机会将他推了下去。然而本杰明掉到了草地上，并没有死。害怕的伊达立即躲进树林，忐忑不安的他捡起一个玻璃碎片攥在手中，他紧张地环顾着四周。伊达意外进入幻境，远处有个瘸腿的人影正在向他靠近。恐慌的伊达连忙后退，却又回到了现实。他立即走出树林，竟再次看到了那个黑影。他忍不住握紧手中的玻璃碎片，缓缓向后退去。身后的汽车疾驰而过，伊达却还被困在幻境中，直到他的手掌流出鲜血。这时，旁边突然一辆汽车径直朝他撞来。好在伊达反应迅速，及时躲避。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。几天后，伊达出院回家，他站在窗边，却看到了楼下的本杰明。伊达连忙转过身，不料竟发现厨房里的妈妈行为有些诡异。他连忙走进房间，将门反锁。紧接着，妈妈便来敲门，告诉他自己出去买菜了。直到听见房门关闭的声音，伊达才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。没想到姐姐也不见了。伊达连忙出去寻找，可电梯还在下降，长长的楼梯让他感到绝望。焦急的伊达一声大吼，竟直接将石膏震碎。现在他也获得了超能力。此时的姐姐正站在河边，与对岸的本杰明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比试。他脚下的沙土隐隐翻滚，面前的湖水也泛起层层水波，周围的人们都毫无察觉，只有狗子狂吠不止。随后，本杰明抓住秋千上的铁管，狠狠发力。这时，伊达也终于赶到，他握紧姐姐的手，坚定地与邪恶告别。姐妹二人合力出击，本杰明应付起来已经十分吃力。随着姐姐脚下的沙土推开，本杰明最终死在了秋千上。在决斗中，姐姐化身勇士打败了恶魔。这美好圆满的大结局，更像是以儿童寓言的形式创作了一部属于大人的童话故事。